欢迎您收听大马生活家的播客，我是 William。大马的国际学校教育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华小与国际学校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国际学校之间有什么差异 ？IGCSE、IB、HSC 等不同体系对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学校是否太过轻松了？家长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 Christine 和我们夫妻一起探讨大马的国际学校教育。Chris 本来要把女儿送到华小，结果却意外念了一所大马顶级的国际学校，又在5年级把孩子转入到我们现在就读的同一所澳大利亚国际学校。Chris 将从大马华人的亲身体验的角度，带给我们真诚的、细致的分享。这也是本频道的第1期播客，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嗨，我是 Christine， 我是马来西亚人咯。我出世于 Indonesia， 但是我在槟城完全长大，直到我念大学的最后9个月，我在悉尼住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回国了。我先生是受英文教育，我受过华文教育。女儿现在是几年级？我们女儿13岁了，是在这里AISM 念着 Year 7。你们给女儿一直接受的就是国际学校的教育吗？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女儿在2岁半就开始去了 Montessori，其实也是算是国际一半国际吧，然后不完全是本地。然后我开始的时候看到就太多玩了，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没写功课的，只是写一点点的。但我过后体会到，其实小孩可以从玩中学习很多东西。然后也是，但是也要看的是学校的制度还有学校的老师。然后过后我就给他换了一个育儿班，因为我想说是我要准备女儿去华语学校，做我们的本地华校。他在育儿班的时候挺开心的，因为学校是有制度咯，然后学校也比较大，然后但是在要选择接近华小的时候，或者是国小或者是国际学校，其实是根本不是在我考虑中。我就想说，你就练了3年吧，3年你就是有了本地的国语学了华语把数学也学得很不错，那我再给你转一个去国际学校，因为我觉得，可以的话，小孩可以看到国际的，学习环境是当然是比较好过，只是就待在6年还是10多年在一个本地的学习环境。他去了吗？这个本地的华校？结果呢？没有，其实是这样子。当时要去学校的话，我们都会有那个考试题。然后我的女儿，那老师就说：“好，你们就把这个卷子做好，然后就可以决定你可以去选哪一些学校的。”然后他就问老师：“你讲的学校是国际学校吗？”老师说：“不是。”然后他就好的，然后他就坐在那边写了名字，答了2题过后就停笔了，就干脆交白卷的感觉是。也就是说，他自己是有很清晰的目标，是想要进入国际学校的。对。当他了解这所不是国际学校的时候，他就以几乎交白卷的形式来拒绝进入这个学校因为那个时候他5岁半嘛，我就开始大家看不同的环境的学校的就其他学校，因为我们在选择学校了。然后有一些学校的确是要等就是排名这 waiting list 很长的。然后我们就看了其中一些是几个国际学校咯，就包括 Alice Smith 然后 Gar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对，然后因为都靠近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孩子小不想送得太远的，然后路程不要这么辛苦。然后 of course 当然我先生也听说这些学校都是有一些是家庭是几代，就是婆婆啦、妈妈、父母啦，现在是孙子都在这些学校读，都是一个很好的学校。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第一次去看的学校。当然去了那个环境，我女儿就马上很喜欢超喜欢的。她说然后我们也，然后我就带她去看了本地学校，而且也不会很差的华小的设备。她看了的感觉是OK， 她的反应就这样，她不多说，她就给我一句OK， 这样子而已。也就是你女儿她有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清晰的想法吗？是的，是的，她到那个程度，老师在不相信说可能是当天她状况不好，再给她试那个卷子再试多一遍的，她还是同样的动作，
那时候老师就不讲了，这个卷子是要就是给你去考核学校还是什么。老师说来Isabel， 他叫 Isabel， 然后就给他带他去到一个课室，只有他，我们就给你做一个练习而已哈。然后就把那个卷子给他，就给他试一下。同样的，他开始说他就深信老师练习，他写了名字，答了3题，就觉得但他还告诉我说一样的问题嘞，然后他就说还是停笔不交，不做了。所以老师就回来跟我回应，没办法了，你还是不能，你一定不能强迫小孩。然后，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他到底要些什么，然后我们从不想他学习的不开心，因为小孩的学习，如果当他在学习的时候他不开心的话，他根本会很 reserve， 他不开心嘛，然后回到当时嘛，回到当时选择学校的时候，你跟先生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理念呢？我们我的理念就是我们其实有一点差别的。我先生就觉得说孩子一定要开心的，就是说我也不要女儿写功课写得很辛苦那一类，因为如果是在本地学校的话，肯定是功课很多。所有的本地学校都一定是功课很多吗？很累吗？多数的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的，老师都会给他们功课，然后很多都过后在读完书之后，有一些家长有时间的都会带回家，但是多数都会加入安亲班，就是补习班之类。然后他们都会做完，在整个下午就是学校完之后都是补习呀，那安亲班都是补习，然后直到晚餐时间，有时候还没完的话，功课还继续做晚餐后。所以这个我是听到一些朋友他们的小孩的每一天的那个生活习惯，然后我感觉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学华语很重要，没有那个环境就没了。然后但是我体会到我的女儿的性格都这样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就选一个他会开心的学校可以开始，毕竟他还小。然后我过后再来看，一直观察他，然后就观察他真的是在学校真的学习到吗？然后再做一个转移还是什么样的，我就那时候所以觉得我们就选了Tier 1的所 International School。那在你们这些教育理念当中，最重要的1、2、3是什么呢？第一点还是老实对待自己。OK 我第一次听说老实对待自己，非常好。对，老实对待自己，老实对待自己，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不会不开心。然后而且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会做他要做的对的事情，然后而且他知道他会想说，老实对待自己之后，那个结果，他一定会承担这一类。第二样就是会照顾好自己咯。会照顾好自己。因为不是分分钟每一样都是我们就是我们年纪上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他会照顾自己，而且他以后不会给我们那个担忧。这样点。第三点，我其实我想的是关于他自己的以后的前途吧。那前途就是我就觉得说小孩把书读好就是他们以后的财富。但是不是每个小孩都会这么想，因为他们就觉得说现在玩是很重要，我玩也能玩出一笔的收入对的。所以我觉得说不管他要玩的还是什么，但是如果是他有智慧，就是拼命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啦。对，前途这一点是指的要有比较好的学术的表现，是吗？对，学校也不要是那种不好的成绩啦，我就这样子。OK。因为毕竟是还是重要的。你觉得在你们的教育理念当中，又有哪3点是不重要的呢？哪3点不重要？或者没那么重要？会有吗？感觉说没有嘞。因为我觉得孩子都需要平衡，所以玩还是他们需要的，但是每样都是要做得很平衡的。就好像在学校都一整天了之后回到家，他应该是休息一下过后才，或者那一天他选择 rest day， 我都会我会 respect 他的。然后过后我就会 remind， 当天你都休息够了，然后今天是否是要做一件事情的。就来我觉得什么都是要讲求 balance，没有说重要和不重要。明白。行，所以你们最终的
选择国际学校，我相信一定也是符合你们的教育理念，和想要构建的这种亲子关系的。对哦，比较起来的话，就是如果念华小和念国际学校比起来，华小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华小好的是，当然是他们学，如果是你进的好的学校的话，因为只要看是哪一所学校，那他们学的华语当然是好过国际学校所学习的华语了。然后当然他们那边还有他们就是比较多竞争，那小孩子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竞争，真正的竞争，那个环境，然后而且你就要争取哦，因为那个学校就是好多小孩这里，是谁是最会争取的那个，就是老师就会先看到。当然不是老师，除非你去到那学校是比较小的，但是几乎都没有那个机会。那竞争咯，还有华语学得好，数学会学得比较多，这2个方面。然后其他的就是这么的环境是竞争的环境，他们从小就会学习到那种环境是。我就要靠自己的那种，打拼是要自己来的那种的。还有华小有什么劣势呢？有什么跟国际学校比起来不足的地方吗？我感觉是就是教育的那个水平吧。我这边教育的水平，很多老师都是在一班都有40-50个小孩的华小，好大的一个班，那老师也看不到每个人，所以自己要懂得会自修。才会有那个好成绩，和学生多也有关系然后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小孩那就要看自己的小孩会加入哪一个群体，然后全力读书的就会变全力读书了，不然就爱玩的就变爱玩的。那国际学校的优势呢？父母和你们的教育理念。我从之前的学校和这所学校，我就有2个学校的经验，然后我感觉说是父母都会比较关心小孩，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所以就是沟通，学校跟家长都会做了很好的沟通，所以变成这一点呢，只要父母肯跟校方沟通的话，来了解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的成长在这个国际学校一定会达到很好。就算他本来是不是很开心，但是那一端校方知道。家长都会很配合，一起来从在学校，但他们学校就在这所学校，我就讲校方很愿意的，就帮你就提供小孩在学校的那个就讲报告吧，给父母，然后我们就会从那边开始的，就是说知道我女儿在学校怎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观察得很好，这方面得到的反馈比较多。对，然后我觉得是在政府学校几乎是比较挑战一点啦，因为有很多小孩嘛。因为在这里的话，我觉得说这种 support 是很难找到，因为我觉得老师很用心，所以我女儿在这里练得很开心。就我听上去，国际学校的劣势，你刚才也提到一些。第一个就会放弃学习华语。第二，我可以补充，就是学费比起政府学校要贵不少，要贵很多很多。对，就是由我们决定是哪一家国际学校。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学费就是有如大学的那种学费的就是是差不多了。对，差不多的那而且一念的话，就从Year 1一直Year到Year 10，这10年都是父母真的是很就是完全是把相信托给这学校，希望把孩子都会变成才，就我们华人都会这么想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完全180%的交给学校的，除非你的孩子很独立而独立方面又会沟通。不然的话，父母还是一定要有一些 involvement，就会把孩子把他看得到他另一端不好的也会做得很好起来，而且小孩会发现自己，其实我有另一个 talent 的那一类。我觉得提到你先生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嘛，你从小接受的是华语教育嘛，因为你会说华文嘛，所以但是你们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就完全要加给小孩，让他来选。我有一样，记得做
回家还是要做练习。这个是我这边，我这边亚洲妈妈，亚洲妈妈哦，因为我觉得说 practice make perfect，学校你会学的还是不够，还在这些就不会，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子这么多做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说起码你一定要有要做一些复习，因为那个也变成一个 habit 了，我希望他是保持着那个 habit， 而不是逼他，是因为做这个是要考好成绩。那个 habit 有的时候就会 kick in， 他会有那个感觉，哎，我是对自己会有那个要求，要考好一点啊，要完成多一点的东西啊，这一类的，给到他一个 balance。对啊，你们从一个 Tier 1的学校主动的转到这边来。其实我在 Tier 1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的女儿开始都挺开心的。不过我发现我们其实喜欢的教育制度是比较一半一半，比较 balance 的感觉。然后我知道是 IGCSE 的话，他们是在中学的时候都会很大量的要小孩，就是比较往 academy 的方面去，就是说忽然间那个转移那个模式，很多小孩就是 adapt 不了。然后我觉得我女儿会有那样的挑战，而且我老公和我都是在Australia 毕业，我先生在 Melbourne 他在那边Melbourne 念了几年的他的 degree， 然后我也是 Australia 的 degree， 然后我觉得孩子可以的话，以后就在 Australia 的那个学习 tertiary 就好，我们就不用飞这么远啊。我想补充一下，你刚刚说的IG 是指 IGCS 英式的高考的这个制度吗？那个教育体系。对那我们现在这所学校用的是叫 HSC， 它是一个 HSC 是在我们的 Year 11和 12，就是你有了 HSC， 你就是读了 foundation 这样，就是大学的 foundation 然后如果是不然的话，我们在这儿就还有一个就 Year 10，就是小孩就是包括当然是在这里练 HSC 的话，小孩会觉得说，我准备充分了，然后我在大学我知道在选什么科系，我不会选错。其实是源自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体系嘛。对。那你刚刚讲的一半一半是指什么和什么一半一半？那因为Australia 的那个 curriculum， 他们就是从小学到中学，他们都会以就是 assignment 方式加考试。就是小小的 assessment 给小学，还有中学，我们都会有 assessment， 就是完全看到那个，就是说孩子不会完全只是偏没考试的，就凭老师给你那个评语的 report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感觉说这样的制度孩子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说有很大的调整，不然在他senior year的时候，再觉得。我要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会想以前不好的再补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成长的话，他们都会很平衡，知道自己哪里不好的，就赶快应该是做一个 review 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们的大学我们都要多数不管哪一个国家大学都是有 assessment 加考试嘛，现在你觉得它是跟大学更加接轨的一种制度的制度，所以我觉得说是已经有那种从小开始有这种的模式的话，会比较有容易的 adaptation 哦。你把女儿从那所 Tier 1的学校转过来，我们这里算 Tier 1吗？还是 Tier 2？我也不懂其实我感觉是都不知道怎么分，因为他们是 IGCSE， 然后这里是 Australia， 不一样，而且马来西亚只有这里是以前是一所 Australia School International School， 然后我本来是要把孩子直接送到就是 Australia 去找学校了的，但是因为疫情嘛，然后就想干脆就给加过来这里了。那原先 IGCS 的制度给你女儿实际就虽然制度是不一样嘛，但实际有造成一些什么问题吗？她的心理或她学习的压力生理上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吗？还是只是你觉得未来澳大利亚体系更适合她，是这样 plan 就把她给转过来？其实是这样，我有看她在就是英式的那个模式学习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哦，因为Year 1 and 2就是看老师，我在那些学校的时候。Year 1的老师就会很注重学业 academy，
所以他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生日回来的学习 new vocabulary。但我在幼稚的时候，我就想，哎，怎么没了？老师说，哎呀，孩子就要多玩一点。那我就说，好的。那我女儿就很轻松啦，就玩了很多。然后就到year 3的时候，就有开始了，也是一样的在玩。然后我觉得在 academic 方面，真的是会开始有一些没有跟上，或者是就是说是哎，到year 5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原来他year 4又有疫情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说他需要。因为没考试什么的，大家都轻松的环境下，当然孩子成长得很开心，但是这一点呢，就要完全的是就会有时候会被忽略掉，然后所以就那个 reverse 去把 foundation 打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是我提早把它找一个制度是可以 balance 的话，那会更好了。我们父母不会这么吃力。如果是你关注着小孩的那个 academy 的话，因为如果遇到是 foundation 不是很好，比如是 mathematics 数学这方面，那到时候他们都忘记了，因为没有练习嘛，没有复习，然后忘记了，然后他就几乎就我好像学过，但是我又忘记了，然后就要回去看的时候，就几乎是会有一点挑战了，就要多花费一些时间。那在澳大利亚的学制，它是一半一半，会不会就更加不注重学术呢？反而不会呀，我觉得这里都有很 balance， 就是说， OK， 除了就是有要求你需要在成绩单方面也怎么样，老师也会看他们有没有在班上的沟通，再加上他的 involvement 在 sports 是否有做，不然老师都会鼓励他们，看你应该来加入啊，你应该加入这个球队啊这一类的，老师都会去跟小孩这样子这么的说来加入这些之类的。如果不要，我之前那所学校是比较大型大型，然后几乎都是也要靠自己的争取呀。也是对的，因为学校大的话，不一定是它是 Tier 1的学校，这一定好。也要看适合度，我感觉是这样那也就是你觉得他的 academic 和那些 assignment 或者说体育运动啊、玩啊，就是另外的 50% 都变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有啊，我看到他的进步啦。以前的时候他是真的是有不错的，以前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 exposures， 就是很多的 excursions 学校方都会做一些户外的 excursion， 但是这里也不会差，这里也有跟着每一个年他们都会有 design 了很好的 camp， 就好像学校的那个 school camp， 然后再加上一些活动都有一些不同的年跟比较小的年一些的 collaboration 这一类，所以都没有差，我觉得反而是就是那个 community 在这个学校就是很强的，就是我是中学，也不是说我也不知道小学是有谁和谁这一类，那所以他们来学校的话，在这里他们就知道说这个小孩是哪一个 year， 他们都会讲得出来。不知道，就是觉得他们不是来学校只是所谓的学校而已的那种感觉了。我女儿是跟我说，女儿转过来是有多少时间呢？5年级转过来，所以现在都2年了。发生的最大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呢？在女儿身上，我感觉她可能也是年纪都比较是时候比较会进入这个时间，应该是说该学的、该体会的，她都会明白。因为所以我觉得她是成长了 mature 了很多。她 mature 了很多。她其实是不会给我很多麻烦的，因为她从小对自己穿衣服啦、洗澡啦、洗头发啦，都没问题的小孩然后去学校都是很 looking forward 的每一次。所以现在是他比较 mature， 就是说他不会说随意的发脾气，因为小孩都有 tantrum。对然后尤其是一个小东西，他学很喜欢，但是他知道说那个过程要学的时候，有时候有一次要 master 那个emotion， 每一次。对，我觉得说他现在都是整个人都不是那种我不做了，不然就讲那一句I'm not good at it。很容易变这样。他以前我会每次都会改他，你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其实你刚开始，you are not 不是说you are not good at it， 因为就觉得说那个 mindset 很 close， 现在我感觉到他不会再讲这一点了。你觉得和学校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有啊，我觉得是环境不断的影响，那个环境不断的影响，真的是会帮那个小孩，不会把自己定在那个定着说，我尝试1-2次就算了吧，我就是不好的啦，我没有机会的啦，我或者是说，哎呀，做复习好辛苦了，为什么要这么艰难呢？因为学校都说可以玩呢，他不会，他现在跟我说，其实是过程，我知道的了，是过程了，然后他就会心甘情愿的整理好心情 ，OK， 再试一下，那我看到他这一点就是他改的这个最大的进步是这方面的。我们也认识一些家长，华人家长为主，他反而觉得这所学校的教育太轻松了，太简单了。我听到的词，有啊，所以他们打算转到 IG 啦、A Level 啦、IB 啊 whatever， 就都会更严，他们认为会更加严格一些。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我看待 IB 其实是IB 它是 Swiss 的嘛 ，Swiss 的那个模式，说他们其实是也是 based on 你的 progress 的。我有去过看马来西亚有一所 IGB 那学校叫 IGB，它是完全是 IB 的 system，from year 1到 year 13，so 还是 year 12，就是所以我感觉是都是很多的在 classroom 的活动很多如果说功课的话，我觉得我没去过那个学校，但是我觉得说在 Montessori 到 IGCSE 还有现在 Australia 的 curriculum 的话，我觉得说如果你要孩子看到 progress， 那而且 balance 的话，我给我体会是这里给了我们我看，因为然后我在另一家学校呢，真的是完全是要靠老师。如果是老师觉得说没关系，不需要功课的，那我也没得讲什么的。然后孩子会回来跟我说，我的谁谁谁都没这么，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所以你不觉得我们这里更轻松吗？你应该不认同这样。我不认，因为我的孩子现在是 Year 7会有功课而且如果我觉得说不够的话，我会跟老师说，或许你可以给他一点点的 practice。我觉得说是都可以以沟通达到，不是说我觉得是换了一个环境的话，如果是还是要全部再适应过，你也要找回那个对方校方也一起来配合。我觉得说教育是要配合的，没错，多方配合。回到你们的教育理念嘛，你对他有明确的期望，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照顾好自己，也有一个 bright future 吧。你觉得学校的作用和家长的作用大概分别占到几成和几成？我觉得还是家长 play a major role 对，因为如果那个观念你没有给小孩的话，他不知道自己，除非他是天生就说我以后要当什么什么的，但是很多小孩都会说我要当 scientist 我以后要当医生我也要当律师我要成为很顶端的 engineer 这一类，但是他们不知道说这些 profession 不是你想要当就会变成的，他们会忘记说其实需要过程，而且过程，而且你需要 equip 你自己，才会变成他们要的 dream figures 所以现在的小孩，因为他们活在比较科技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已经变成了完成品，就说哇这个医生好棒哇这个科学家这么棒，我也要变成这样，但是他们不知道人家背后有多少的付出，因为现在的学习环境，老实说政府学校的话也都比以前的轻松了，所以孩子们都会觉得说我都不是他们不知道说真的是需要付出一些的努力我觉得所以 parents 还是 play a major role 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已经不一样，对吧？对的，终身学习，职业种类嘛，是的，不一样。对，不一定是你想你练了，比方你是一个会计师，你一定变成会计师。有一些会计师今天也是可能是 the pastry chef， 也可能已经是因为他的 passion 而这样。因为现在社会真的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说
父母辈的 major role， 学校就是一个好的学校，就会可能是就 play 了那个30 or 40%。如果是 parents 的，不然甚至一半一半，就要看他们的成长的年龄的时候，因为学校会带领他们，就好像有什么机会啊，他们会探索到他们有的潜能。因为我们就好像如果是讲说他们喜欢科学的话，我家唯有最科学的地方就是厨房嘛。非常好啊，那学校不同啊，那个设备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好学校。对，然后父母就是 take in 那个 role， 就是说，要给小孩子知道是说，每一样都是有过程。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小孩都是因为生活都现在的生活我知道都是 ready made 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得来不费工夫。是的，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不是不知道要过程，而是会忽略这个过程，忽略了，因为没有人轻视这个过程。是的，很多人都我们自己都会忘记啊。没错没错，我就是啊。我们觉得来马来西亚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都会忘记啊，但我想起来的话，其实那如果这个被忽略的话，其实是一个思维的模式啊。我觉得你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有多一个层次咯。但是我觉得说是我也在这方面努力中，因为如果是这一方面，如果是我把我自己 master 的好的话，我女儿也 master， 这我觉得她以后会是一个很会感恩的人。是，我觉得你讲的太对了。就一个好的学校的环境哦，我也深刻感受到，对我也是有影响。它也让我想要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再有就是你讲的 community， 你看家长不也是吗？就是我们也很聊得来，就是一个好的 community， 人跟人的关系不那么紧又不那么松，然后大家还有很多的互补，很容易聊到一起，而不是看到那个家长觉得他是我的竞争者，是的，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不太会这样。是的，而且会变成，因为小孩都会来学校说，我们考试毕竟都是他们有小朋友的，你考几分啊？然后有些小孩就会觉得说，我不是很好嘞，然后但是如果他们就不会在那里考得这么差，这里至少没有这种情况，不然就是有一些学校有一些环境是，就是 parents 就是就是很怕输，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人都爱加输。我知道形容某个国家的人。对，他们就说好像游泳就好啦。有一些小孩就说，哎呀，你游的那个蛙式都不像是，或是你的蝴蝶是什么样的？哎呀，你这么差，你还敢下水的？他们都会嘲笑。但我在这里，我觉得说没有这种情况。上礼拜我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颁一些奖，我又看到1个年级的小朋友他们但凡那个班级有人被扣上去拿这个奖状，全班都在那 foundation 的，大家都特别哇那种就是就欢呼，我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对，因为我觉得说小孩都需要被表扬，不是的。对，我觉得我来这一节，我体会到是，就是校方做的很成功这一点，就是对我们还是要有竞争，但是这个感觉是给那个小孩不觉得说。你就是我的队友，你的我是对手，然后我会有那种心态，就是说 I need to beat you， 但是他们会很融合，他们会很 friendly 的。对，我是会要超越的是我自己，还有超越。如果我要超越他的话，我是要超越的是自己呀。Chris, you made my day。因为这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小孩子他们的分数有点像大人的赚钱。因为读书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的脑袋里全部是钱的话，或者说全部是分数的话，他就被这个物化了。倒过来，那个东西在努力着他。对。那如果 50-50 maybe 是个很好的一个综合嘛，一个 balance。是。所以他们中文的宣传我都帮他们想好了，就叫中庸之道。对。其实我都在这么多，我在我的女儿学习在学校的时候，我都会观察到这点，然后就发现有时候人家讲的 balance living。或者是 mindfulness， 其实是很大的学问，因为每个人的 understand 的 concept 不一样。有人觉得说我的 mindfulness 就在那边静坐10分钟也叫 mindfulness， 但是我觉得 mindfulness 这一方面其实是做到的就是朋友和朋友的那种心态，整个 community 其实是完全是一个 mindfulness。因为进来的时候你感觉那个磁场啊。你真的是会喜欢的，然后他们去学习的很开心，然后从小这样子健康的环境成长的话，就比较少
比较少争斗吧，就有话就可以好好的说，不需要的是指指骂骂的那一类。是啊，对，我很明显这个老师都非常 nice， 或者碰到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是的，连 janitor 都是非常好的。对，因为这里至少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把人分成阶级这么多啊。这点在国际学校里算是特殊的是吗？对，很多学校都会这样，很多学校都会这样子啊，就会有hierarchy 很重。哇 ，OK， 那我们太幸运了。我们今天跟 Chris 聊完之后，略有深刻的体验，我觉得他没有把自己的小孩当做一个自己的可支配的财产，而且你好像跟先生你们约定了对孩子的这些期许。我听起来就是你们在准备着女儿的独立，然后将来有一天她能够非常自信的离开你们去过她自己开心的生活。对啊，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只是你的父母，我可以给的是，我当然是生命，你要自己现在都是靠你自己去把自己照顾好自己。那健康你就会有，然后这一点就是要他去学会懂得照顾自己啊，珍惜自己啊，老实的对待自己啊，这一方面。太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智慧咯有了智慧，哪怕到社会各地都没问题嘛。所以这是我觉得说，这是我们要希望他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在他离开你们之前，你们是很和谐的相处。对。我听上去你的角色就是支持你的女儿，而你先生的角色是支持你。我听上去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和我先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私底下安排，就是沟通然后那就由我来告诉我女儿，这样，你懂吗？你有时候那个情况就是由我，好坏人都是我做。OK。然后那如果是。除非是除了到那个方面有时候我先生就会就是想那些话，就变成more是来又被 a punch like power 这样子，就是来就给我女儿多一点的肯定。所以他就不用去他就不用去就是在想那个开始的沟通这么多了。他可以专心做他的事业。哇，太好了，太棒了。很羡慕，每个人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的。我也是学习，有很类似的想法，但是有更多的人这样想，就是心里会更坚定、更加肯定这样去做。过程来，我觉得说是要很 patient。因为没错，要很 patient，因为做那个工作是要完成的是一个圆，就是一个很和气的。来讲，有时候一点不和气，你其实要平衡的是自己。对，还有就是我觉得要全心全意的相信他。就比方说我儿子他那个手环经常会掉嘛，他掉了，我一开始很生气，后来我就不会了，我就说没关系，你下回一定会做得更好的，你这回只是忘了放进哪，再掉一个。可是你还要跟他我只能也跟他讲说不要再掉咯，这是最后一次咯。但我跟他说要从你的钱里面pocket money 里面扣给我，他会有一点的责任感，压力，对，责任感，他们会学到不可以随意掉了，这一次是我的 pocket money 来的。好，非常开心，好啦，非常开心，我也是很开心，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